就是我第一天盈利的收入是台币哦，超级少的啦。那有些人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给所有的 YouTube 新手一个小观念，就是用爱发电。当你有爱的时候，你的作品与创作才是有温度、有感情的，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粉丝或订阅。自己也要努力的一直在一些 FB 社群推广你自己的频道。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先不要想盈利，用爱发电，就算没有盈利也没关系。这种心态当做你人生的记录与记忆的回忆。这种影片制作方式放上你的 YouTube 之后，相信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盈利的部分也有分很多种，一种可以正常启用，我的音乐频道、音乐影片都可以正常启用，没问题。我的有声书可能不小心用了剪映的音乐，有一些是不能盈利的。如果有不恰当、不适合大家观看的，也会出现受限。如果要看大家再看，因为我如果点下去，你们看到这一部影片，我现在这一部影片又要被受限，所以你们自己点不符合资格受限用。这一部应该是我审核过了哦，我刚有一些片段有审核过了之后，它不会帮你启用，你要自己再把它按启用。好，我刚审核，我把音乐换掉，它会审核，审核之后你要自己再把它开启盈利，它好像不会帮你开启，把它开启。我把音乐换掉部分就开启，但是音乐换掉我讲的话都也会被卡掉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那当初如果有想到，就可能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对，那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外状况。那盈利这里有写例外状况，是因为我做的内容是儿童专属，我可能这一部影片把它变成儿童专属，那也会变成例外状况。这样儿童专属影片没有办法个人化广告，所以它就会设限。那设限盈利状况会变怎么样我也不知道，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把影片设为儿童专属的话，这部影片好像我不知道是不能盈利还是变成它这里有写我们会按照儿童网络的隐私保护法，就会停止在儿童专属的内容中放送个人化广告。所以如果你有在做一些儿童专属的影片，也注意一下你的盈利会设限。那设限程度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它是能盈利，但是又设限，不知道是钱会比较少还是怎么样。反正 YouTube 他们对于自己的频道看就知道是很严格的，只是很多在你还没有开通功能以前你可能不会了解。因为是出现了盈利2024年7月4号观看时数有超过4000小时才开通的盈利功能，才让我看到了我的这些盈利状况是有一些影片是有问题的。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事情。第一个是我自己纪念我自己，那所以这一部影片就算没有人观看也没关系。那第二也是想要告诉大家，有想要盈利的人就不要再使用剪映上面的音乐了，也不要再使用你没有确定版权的音乐了。就算那时候为了情绪想要它这个音乐出现在你片段，但也会影响你的盈利功能。再就是儿童专属的影片会受限制，会受到盈利限制。但他说影片仍然可以完整播放，他没有办法有广告主来投资你了，广告主没有办法投资你在儿童专属频道影片，但是你的影片仍然可以完整播放，也可以来赚取他们会员服务的订阅收益了。儿童上面应该有写例外状况，因为这部影片已经加上了儿童专属的标示，所以只能放送非个人化广告。反正就是
个人化广告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放广告，所以就不会盈利。如果是放送非个人化广告就可以，应该是这个意思。总之，以上今天要跟大家讲跟收免事情，也是希望所有在4000小时为目标的新手 YouTuber， 如果你有想要开通盈利的话，就自己要小心了哦。自己要知道你使用的音乐是不是会受到限制啊。那如果你是做音乐频道的给大家听一下，如果你是做音乐，不要去盗用别人，因为之前有人密我说可不可以使用所谓下载别人 YouTube 影片音乐下来，我觉得是一定会被侦测到。现在 YouTube 这么先进这么强，所以如果你在做音乐频道的音乐一定要是可以官方商用。我之前有收到骚酒人的版权申告，说我使用了他们的音乐，所以他那时候就有写我这一部不能盈利。后来我去申诉说我在哪一段期间是有购买他们的会员所下载的音乐，告诉他们我是有合法购买这部音乐声明，算是申诉，后来他们才取消了建制。所以又在做音乐方面，或者在自媒体的频道，不是要注意这些小小的事情，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新人该注意的事情，就谢谢大家大家拜拜。我的猫刚刚很吵，对不起大家。我今天超兴奋的，因为我在 YouTube 上面盈利了多少钱呢？给大家看看第一天盈利会有多少钱呢？3.72，就是我第一天盈利的收入是台币哦，超级少的啦，大概0点多美金而已，真的是非常少。但是这3块钱是钱吗？对我来说，它不是钱，是一种荣誉，就像我得到了3个荣誉点数，你知道吗？今天的影片重点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盈利方向需求的，请你不要再使用剪映上面的音乐了。我用剪映上面的音乐全部都无法盈利，我的有声书全部无法盈利。如果要把它改掉换成音乐的话，那我之前录的声音会完全被卡掉不见。